暴风雨席卷了小山村，给欧文一家带来困扰。这样的天气在户外非常危险。夫妻俩把地毯也铺到院墙上，让雨水冲刷。他们都有雨水冲刷地毯的习惯。昨天的视频中，欧文把脚上的绷带都取掉了，他彻底地摆脱了双拐。每次下雨都要收拾一番。很多粉丝朋友说，欧文家要建造一个储物间，有个储物间就可以把洗衣机还有一些杂物放到里面。夫妻俩准备把洗衣机再次抬到房间里。这些电器都是欧文花大价钱买的，在当地家用电器不便宜，他们用得格外珍惜。他们把洗衣机还是放在墙角，等天气好的时候，萨拉还需要用它洗衣服。气温也开始骤降，山区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。不过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也知道如何应对。很多地区都爆发了山洪，非常危险。萨拉有些担心羊圈里的鸡群，有些春季才繁殖的小鸡。走到这里，狂风早已把塑料布刮到一边去了。欧文想把热水器进行遮盖，看来需要捆扎起来。欧文找来一块毯子，想把羊圈门用毯子遮挡住，让里面不要透风，鸡群可以暖和一些。这样恶劣的天气，需要精心的照料鸡群还有羊群。这样恶劣的天气，需要精心的照料鸡群还有羊群。这会的天空看起来有些放晴了，但狂风还是夹杂着雨水扑面而来。欧文喂完鸡，准备回到房间里。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陡坡，来回也不方便。欧文可以考虑凿上一些台阶。突如其来的一幕把萨拉吓了一跳，燃油爆炸了，把取暖炉也炸坏了。关键是戴安娜还在旁边，把萨拉惊出一身冷汗。欧文家的取暖炉旁一直漏雨，下大雨的时候，雨水会顺着烟囱管道淌下来，烟囱和取暖炉顶部已经锈得不成样子。萨拉愁容满面，这次取暖炉的烟囱安装是个败笔，给欧文带来很大的困扰。欧文又往取暖炉里加入了一些燃油，地毯已经开始被浸湿。欧文说自己去借一个取暖炉，这个取暖炉的门有些关不上了。萨拉正在忙着把水果都摆放进冰箱里，这样的天气正是用取暖炉的时候。欧文想去米尔扎家问问，他记得大哥家有一个不用的，暂时先借过来用着。戴安娜正在努力地学习爬行，她已经开始会挪动了，不过还不熟练。干柴又灭了，因为被大雨都已经打湿，很难点燃。他们平日里都没有提前储存好干柴的习惯，即使下雨也是把干柴扔到外面。欧文去借取暖炉了，萨拉在房间里哄着戴安娜。取暖炉不行，没有温暖的火焰。萨拉也穿上了棉衣。房子的后墙也已经被雨水浸湿，这里的地理位置不佳，处理不好，后期的麻烦也会接踵而来。过了一会，欧文从大哥家借来一个取暖炉，欧文决定把这个换上。他和萨拉一起动手。一场暴风雨让山区的很多家庭都面临一些困难，房子漏雨在这里也是很常见的事情。这个黑色的取暖炉安上正合适，
虽然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小波折，欧文总是能积极地去应对解决。这是一个燃油的取暖炉，欧文已经加满了燃油。萨拉点燃火柴，让燃油燃烧起来。虽然没有木柴取暖炉暖和，但只能凑合着用了。外面暴雨袭来，欧文和萨拉说着，有些担心会爆发山洪。欧文的手有些受伤了，可能是那会的小爆炸造成的。欧文家的房顶是铁皮覆盖的，所以下雨的时候噪音会很大。外面的雨水没有停止的意思，一家三口只好躲在房间里取暖。萨拉洗着洋葱，开始烹饪午餐的菜肴。洋葱是烹饪中经常用到的菜肴。房间里有煤气灶，给萨拉带来烹饪的便利。外面的雨水已经形成了小溪流，欧文家的沙堆在这里，时间长了，沙子都被雨水带走了。欧文来到外面，把堵在水道上的塑料布拿开，让这里变得通畅。他需要在这里挖掘一个水道，让水流朝着下面的荒地里流淌。每次下雨都需要疏通，也给欧文家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。这会房间里暖和一些了，萨拉也做好了美味的午餐。生活简简单单，雨天就是陪伴家人的时候。